俄罗斯岳父迎接未来姑爷，竟然直接开来一辆坦克，真不愧是战斗民族，如此硬核的娘家人，如此恐怖的下马威，老弟还真是第一次见。而这位中国小伙却不惧反喜，出发吧！然而没过一会儿，莫斯科郊外的寒风就把他冻成了冰棍。这个悲催的小伙名叫鹏鹏，是个祖籍东北的上海人，和妹妹经营一家祖传的中医门诊，每天除了面对形形色色的病人，30岁单身的他还要面对老妈强加安排的相亲对象。直到这天，他遇到了宛如精灵般的俄罗斯大妹子伊拉。前苏联留学回来的爷爷打小就逼着他学习俄语。你会说俄语？在这里能听到母语，感觉真好。鹏鹏很争气，只用了一顿火锅的功夫便征服了伊拉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两人携手遨游祖国山河，感情也迅速升温，美景美人相伴，鹏鹏喜笑颜开。然而开心的时光总是很短暂，伊拉结束了他短暂的中国旅行，回到了俄罗斯。跨国恋的滋味很难受，鹏鹏无时无刻都在思念伊拉。直到这天，爷爷的一番话点醒了他：侬欢喜啥人，侬就要去追，不要等到老年痴呆症了再回忆啊！爷爷，你清醒了。伴随着爷爷的一声呼啦，鹏鹏飞向俄罗斯，前往伊拉所在的剧院，一声宝贝儿，一句爱你，他想和她相约终生。然而不远万里，越过万水千山的鹏鹏，想要抱得美人归，还需翻过最后一座，也是最高的一座山，那就是父爱如山。我父亲是一个很复杂的人，怎么说呢？并不是我的男朋友他都喜欢，他能看上的人少得可怜，准确的说，一个都没有。而伊拉口中的魔鬼老爸此时正在模拟演练一会儿要对鹏鹏说的话。听着小子，俄罗斯的姑娘不能接受离婚，只能接受丧偶。这边餐厅中的丈母娘已经看到归来的坦克，她连忙通知岳父出门迎接未来姑爷。而岳父大人虽然话说的挺凶狠，但内心也紧张，要不也不至于连裤子都忘记换。再看看这根人形冰棍，能活着来到岳父家，只能说算他命大。不料在看见他是个中国人后，岳父就拉了这个脸，气氛瞬间变得好尴尬。在晚餐时，岳父更是虎视眈眈，如果眼神能杀人，我估计鹏鹏早就被大卸八块了。然而鹏鹏真的很刚，面对岳父丝毫不慌，还敢勇于开口维护中华民族的传统美食。中国的传统美食。小朋友，我告诉你，可千万不要乱说。15世纪初，饺子就在俄罗斯很有名了，在中国也很有名了，是吗？只不过要比你们早个2000年吧。你是不是还想说纸也是你们发明的？当然。岳父下不来台了，决定给这个小伙子苦头吃吃。中国小伙子想娶俄罗斯姑娘当老婆，但想要抱得美人归，他必须通过战斗民族岳父的层层考验。第一关，俄罗斯转盘，考验鹏鹏的酒量。老话说得好，酒品即人品。看见这个餐盘了吗？有的杯子里是饮料，有的杯子里是伏特加，还是度数最高的那种。谁要表现出喝到酒的样子，就说明他出局了。岳父率先挑选杯子，接着一饮而尽。哦，这是美味的水呀！鹏鹏不甘示弱，也挑选了一个农夫山泉，有点甜。岳父被他彻底激怒。随着两人相继喝多，男人宣布平局。岳父还做了一个噩梦，梦见鹏鹏和宝贝女儿结婚生子。爷，你说什么？爷，他叫你爷爷。醒来后的岳父被吓得手都发了抖。很快第二关开始了，这次考验鹏鹏的耐力。两人按照当地习俗戴着帽子进入桑拿房，然后像烧煤一样把温度不断提高，谁率先坚持不住谁就出局。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最后随着鹏鹏一盆水再度将温度提高，两人同时跑出了桑拿房，这局依旧是平局。鹏鹏被折磨的苦不堪言，但一想到如花似玉的伊拉，还是决定坚持到底。伊拉也不忍心男友受苦，便开始威胁老爸。爸爸，不要再弄一些稀奇古怪的考验了，同意吗？
谁知一转头，岳父就着手准备起了第3关。这次考验的是勇气。一群人驾车来到森林，这里经常有熊出没。岳父心想，身为中国人的鹏鹏一定没见过俄罗斯大狗熊。等女儿看见他被吓得屁滚尿流的样子，肯定会离开他。就这样，岳父一群人在营地里烤起了羊肉串，鹏鹏则被孤零零丢在树上。很快，熊来了，鹏鹏哪里见过这场面，果准被吓个半死。就在狗熊爬梯子时，伊拉家的小狗窜了出来，对着狗熊汪汪叫。眼看小狗要张开熊爪，鹏鹏掏出枪就是一发子弹。他自杀了，自杀2次了。这下过后，众人对他刮目相看。然而鹏鹏是个热爱动物的人，对于干掉大狗熊一事他非常自责。伊拉为了安慰他，拿给他最爱吃的巧克力，结果包装上竟是小熊图案，鹏鹏顿时没了胃口。伊拉思来想去，决定帮他转移一下注意力。看着伊拉长长的秀发、白皙的皮肤，鹏鹏心血来潮。不料随着镜头往下，我操，又是一只小熊。小熊。这个中国小伙为了娶俄罗斯美女，被战斗民族岳父多次刁难。就在前几天，他也险些被大狗熊干掉。但该说不该说，俄罗斯大妹子真的美，所以小伙还是忍了。这天一家人外出滑雪，伊拉的车在湖面出现意外，鹏鹏也不管会不会游泳，就一个猛的扎了进去。万幸伊拉没有事儿，鹏鹏也只是被冻感冒。然而这个举动虽然让岳父对他有了好感，但岳父还是不希望女儿随他嫁到中国，但也不忍心继续折磨鹏鹏了。于是他对鹏鹏说，女儿和你就像猫和狗，是不可能幸福的。眼看自己连命都搭上了，却依旧获得不了岳父的认可，鹏鹏心灰意冷，当天晚上就不辞而别，只留下一封信，上面的内容情真意切，字里行间满是不舍。看完后，岳父终于被打动，而这边伤心的鹏鹏在半路被一辆坦克拦下，看着回心转意的岳父，鹏鹏很是不解。那你为什么会过来找我？因为俄罗斯人不会抛弃自己人。至此，中国小伙终于得到战斗民族的认可。然而，鹏鹏不知道，还有一个终极考验在等着他。岳父为了测试他对亲人的感情，偷偷接来了他的妹妹，并把妹妹扣在了警察局。岳父明显低估了中国小伙的血气方刚。鹏鹏开着坦克，连外套都没穿就跑来警局。要知道，这里的平均气温可是零下40度。警长说，妹妹因为涉嫌偷渡，需要被拘留一阵子。鹏鹏听完，当即大怒：开着个坦克在这装什么13？一句话将鹏鹏点醒。对呀，老子不是开坦克来的吗？你看我不把你这破产局铲平了的。这一刻，鹏鹏好似化身战斗民族的王子贝吉塔。我勒个去！如果只是开个玩笑，这个亚洲人竟然开着坦克冲了过来！大家赶快离开这里！眼看鹏鹏是动真格的，岳父也不装了，摊牌了，说这一切只是个考验。然而鹏鹏还是很生气。不是说这玩意儿是拉柴火的吗？咋还真能开炮呢？最终在众人热烈的鼓掌下，鹏鹏终于通过了所有考验。影片名叫《战斗民族养成记》，看完后老弟想说，想娶个俄罗斯美女真是太难了。